天来到了 Jamestown， 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也就是如今美国的起点。其实 Jamestown 这个地方，它是有2个不同的园区，有一个园区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 Jamestown Settlement， 它其实是一个历史公园兼博物馆，它是1957年新建的，然后现在门票是20块钱。然后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原始 Jamestown， 然后真正的那个 Jamestown 叫 Historic Jamestown， 这个是建在它以前的遗址上面的。所以实际上 Jamestown 是在一座小岛上面的，所以往Jamestown 的遗址开的时候，你需要过一个小小的跨河桥，然后才能到这个岛上去。然后进入这个 Historic Jamestown， 然后它又分为2部分。它进门这个主要的部分就是 National Historic Park， 然后成年人是15块钱的票。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单独的 Old Town 的部分，其实是比较精华的，它的考古的真正的遗址的部分。然后另外这一部分再收成年人票15块钱。过了它这个景区入口，然后先走一个长长的步行桥，然后这个桥的右侧就是它的Jamestown Old Town 的所在地。过了这个桥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 Jamestown Tercentennial Monument， 就是为了纪念 Jamestown 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在1907年建立的。然后刚开始这个殖民地的第一批人呢，是有104个，所以呢这个塔也建成了104 feet 高，104尺高。然后这个 Jamestown Rediscovery 就是它单独收的15刀，就是除了外面的 Jamestown 景区15刀之外，单独收的15刀，就是这个区。OK， 到4点半。National Historic Site Jamestown。这儿有一个圣坛遗址，然后这儿发掘出了4个开户比较重要人物的这个尸骨。当年这帮英国佬就是从前面这条河 James River 登陆的，然后旁边这个就是当年的 James Ford 这个堡垒的遗迹。现在看起来这个 James River 还挺美的，但其实当年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沼泽加蚊子乐园因为他们当时选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儿好防御。John Smith 船长，1608年弗吉尼亚的州长。前面的这个教堂和它后面的塔楼呢，分别是1907年和1893年建的。然后它的底下呢，就是这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就是它的遗址，现在还在这个教堂底下，然后透过玻璃可以看得见。1607年到1611年，这是人们根据考古发现复原的当时的规模 James Ford。
泥巴茅草屋，这干什么的呢？是个 blacksmith 铁匠铺，然后再加上 bakery， 这个做铁匠的和烤面包的都在这么一个小屋里面。刚开始 Old Town 里面有一个 Archaeology Museum， 然后它是里面有一些从这个地方发掘出的古迹，然后还有介绍整个这个 Jamestown 殖民地的历史。刚开始来这帮人都来自于一个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然后这相当于是一个创业公司加投资基金嘛，就是一帮英国投资人众筹了一笔钱，然后派人去美洲开公司。他们是以去美洲赚钱、找黄金、找新航线为目的的。然后这个为什么叫 Virginia 嘞？就来自英国女王 Elizabeth 一世，然后因为她被称为The Virgin Queen， 所以 Virginia 就是说属于处女王的土地。然后相对应的呢，Jamestown 就是因为是当时的英国国王叫 James 一世，所以这名起的就非常狂野嘛。先有了这公司，然后他们在这儿做生意，然后这个地儿这个州才被叫为 Virginia 弗吉尼亚，是这么来的。相当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那个马斯克，他那个在德州有个叫波卡奇卡的地方，开了一个星舰的发射基地，然后呢把这个地儿改名为 Starbase， 他自己建了一个城市类似于这个概念。来新大陆创业呢，那肯定还是很困难的，非常 hardcore 的。然后他这个地方被称为英国人在美洲的第一座永久殖民地，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成功在这儿活下去的一批人在1609年的冬天，他们就经历了一个 starving time， 一个饥饿之冬，经历了没粮没补给，然后冬天还贼冷，到最后呢他们600多个人只剩下了60个人。史书记载他们就开始吃各种能吃的玩意儿，皮鞋、老鼠甚至是这个人吃人这种离谱的事儿嘛，就是完全是真人版的生存游戏。其实这地儿吧，本来人家有人住人家有很多原住民部落在这儿，然后殖民者把他们就称为 Powhatan 联盟。其实刚开始他们殖民者和原住民吧都是互通有无，互相帮忙，所以后来才有了感恩节这个事儿嘛，就是为了感谢刚开始原住民对他们的帮助。然后但是没办法，后来实在是殖民地太困难了，那就只能抢，那就开打了嘛，那就直接就开启 PVP 模式了。所以Powhatan 联盟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刚开始的新手保护期互相交换食物和金属工具到后来因为英国人开始不断的扩张，然后不断的找他们要粮食，然后就开始进入冲突期，然后到最后这个演变成这个英国人都快被团灭了这样一个情况。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流量担当，就是这个图片里的 Pocahontas。然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呢，他救了一个英国佬 John Smith， 然后还说他自己是2个国家之间交流的桥梁，然后说他搭起了这个殖民者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这个交流使者。然后但是呢这个剧情嘛很存疑，很有可能是他的回忆录的美化版嘛当然他
后来确实嫁给了英国人，还去了伦敦，然后现在就只是历史上一个文化符号而已。前面不是说 Jamestown 这帮人快团灭了吗？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剧情反转，来了一个天降猛男 John Rolfe， 然后这哥们儿呢决定要迭代打法。他带来了一个什么产品呢？就是烟草。然后这个东西直接爆火，欧洲人疯狂上头。然后在这个地方，烟草就被称为 The Golden Leaf， 黄金叶。然后自从大规模种植烟草之后，整个维吉尼亚就起飞了。直接从快倒闭干成赚钱机器了。基本上就是说，创业的第一桶金就是从烟草里得来的。然后既然要扩张嘛，然后这个 Newtown 就建立起来了。然后建立起来之后呢，他们发现，要扩大生产还非常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劳力，就是非常费人。然后他们就到处从那个英国忽悠劳动力过来，然后就是签的契约劳工，然后把他们忽悠到新大陆来种烟草。后来不只是英国，而是面向这个所有欧洲的穷人，就是免费送你到美洲来，然后给你一个工作，然后干4到7年。你就 free to go 了。然后大家看这个牌子Remembering the Ancestors， 然后要记住谁的祖先呢？这是其实是来自非洲的祖先。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就是刚才说到烟草种植园缺劳工嘛，那只是忽悠欧洲穷人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1619年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批非洲人被带到了 Virginia， Arrival of First Africans in Virginia。 然后被拐卖来的这些非洲人呢，刚开始其实也不全是奴隶，但是呢随着这个罪恶的三角奴隶贸易的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终身的奴隶制，还有世袭的奴隶制。也就是说那个被拐卖来的非洲人是终身奴隶，他们的子女也是奴隶，所以就完全的没有自由。所以这个烟草既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Jamestown Island 的这个地方呢，它最角的地方开到最里面的地方有一个 Black Point Trail， 然后它是据说那个牌子上写可以看到鹰，我还蛮喜欢走这种树林里边的 trail， 非常凉爽，风吹也非常舒服。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就是这个风吹树叶的声音，还有鸟叫，还有小松鼠在树林中穿梭。关键是这个 trail 没有其他人在走，它也不是很长，是很适合休闲的来走一走。我大概走了有5分钟吧，就已经到头了。现在就是一个浅滩有个小堤坝，石头堤坝围起来的一个小浅滩，这个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现在要开车经过 Richmond， 它是Virginia 的首府。然后这个地方呢，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曾经是南方邦联的首都，所以它相当于是内战的时候
南方军的老巢，因为它不仅是它的政治中心，它还是工业中心，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南军的指挥部加上军工厂。然后这个战争因为它失败了嘛，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南方军直接放火烧城，所以今天的 Richmond 就是在原址上面重建的。好，我现在在Virginia 的 capital， 这是 Richmond 里士满，离那个 Jamestown 不是很远，大概是1个多钟头。所以看完 Jamestown 呢，其实就一个感受，就是美国的整个这个历史就是从殖民扩张开始的，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于说有人说这个美国是所谓的新罗马，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从它的刚开始建立这个英国人建立永久殖民地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在就是侵占这个当地原住民的地盘，就是不管用什么手段，一方面是战争，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购买或者是诱骗吧，可以这么说。比方说德州领土后来就是先是撺掇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然后再并入美国领土。从刚开始你看建立殖民地，一点点在这个土著人的地盘上扩张，然后慢慢的开始所谓的 manufacture destiny， 他们就是刚开始的那批这个从欧洲来的殖民者就非常信念，就是说，哎，美国被上帝赋予了向西就是拓张领土的权利啊。当然了，这个是在他们在波士顿清查事件之后啊，打败了就是跟英国打了独立战争之后，然后才产生了一种就是说民族主义吧。然后再往后各种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然后再往后人们开始在西部和南方淘金，然后也再一次大肆的侵占这个原住民的土地，然后慢慢的把以前法国人的领土通过Louisiana Purchase 也并到了美国土地，然后美西战争又一大片的今天美国最发达的加州的，还有德州土地，然后包括今天的波多黎各，包括以前的菲律宾、关岛这些地方，也都是一并被美国吞并进来了。然后再包括从俄国那儿购买的阿拉斯加，就这么一步步的形成了美国今天的领土。所以整个美国的这个发展和扩张史，就是一部残酷的，就是对其他民族、对这片土地上原有居民的一个系统性的掠夺。OK， 这个是 Virginia 刚开始的一个国会的一个 logo。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